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从香港来的G-Car W460的230 G1 的4缸分油盘的故障测试。那这个分油盘应该也是在1985到1990之间的分油盘，那算下来应该有30多年了。经过30多年之后呢，老宾士的车子引擎不会坏，但是我们碰到了就是分油盘被油箱堵塞的这个必然现象。我们来做一个测试，看它这颗分油盘的堵塞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现在来进行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标准的出油量，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要在170ml左右。那我们来看看它这颗分油盘经过30多年之后呢，它被油箱所堵塞之后，它的出油量的状况。一般来讲，堵塞可能大油道堵塞的话，那就全面供油不良，供油不足。那也有可能是小油道堵塞，那就会造成每一缸的出油就是不平均。那我们来看看经过30年之后呢，这颗 G-Car W460的分油盘它堵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好 ，OK， 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我们看下来，它每一缸的出油量都蛮平均的。第一缸130，第二缸132，第三缸135，第四缸130。那平均的出油量都落在130ml左右这代表它应该是大油道堵塞了。那等张大哥整修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达到厂方的要求。这颗香港来的 W460的230 G1 4缸分油盘，它的编号是29560大哥已经维修了。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平均都落在130ml左右，那跟标准的170ml大概差了40ml。而且它每一缸的出油量都平均落在130，代表它是大油道堵塞这个现象比较普遍。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一样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达到厂方要求的170左右。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那由于经过30多年的使用，这个年代的老宾士，它引擎用不坏，至少50万公里没有问题，但是供油系统被我们的油箱堵塞，就好像我们的楼上的水塔
它经过30多年之后，它一定里面有很多脏的东西。油箱就像水塔，它提供汽油的地方。那里面呢会有油箱的铁锈加油站的沙子还有就是油泥汽油挥发掉之后的油泥，把我们的供油系统堵塞了。我们经过整修过之后呢，理论上应该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吧。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72，第二缸180，第三缸175，第四缸17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70上下。我们目视下来的结果，它的误差大概在3%以内，成绩算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香港来的 G-Car W460的230 GE， 编号29560的4缸分油盘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那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厂方要求是15%的误差，但是大哥希望它的误差是越小越好，能够使我们的怠速能够稳定性能够增加。OK， 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要测试怠速的稳定性，它的出油量是不是平均，是不是稳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 G-Car W460 230 GE 的4缸分油盘，编号29560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希望它的误差是越小越好。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88，第二缸190，第三缸185，第四缸188。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也在3%以内，算成绩相当优秀。经过30多年之后呢，我们的引擎没有坏，分油盘也没有坏，它是被污染了，就被我们的油箱污染。这颗分油盘回装到车上之后呢，大哥要建议，第一个，我们在发动之前应该加差不多3、4个瓶盖的保特瓶瓶盖的汽油，也大概差不多10cc 左右来帮助它发动。那发动之后呢，我们当然是要调整这个怠速混合比，怠速的空气跟油量的混合比，我们只要调整这个就 OK 了。至于说怎么样调整就看大哥的怠速混合比来调整这个影片。再来就是分油盘会被污染，那一定是从油箱过来的脏的东西。油箱里面的滤芯，油箱里面那个滤芯六角形的滤网滤网一定要拆下来清理倒是不用换新清理这个是必定要做的动作，避免我们油箱里面的油因为有脏东西
把滤网堵住了，油流不下来，你汽油帮补有再大的力气，也没有办法把足够的油量来供给我们分油盘来使用。再来，汽油帮补的滤芯啊，一定要旁边啊，汽油帮补旁边那个汽油滤芯一定要换掉啊。汽油滤芯，因为它是30年以上的老车，不比5年、10年的老车，我们的油箱是不好的。那汽油滤芯要跟我们引擎里面的机油滤芯同时更换，也就是说，每一次换机油滤芯、汽油滤芯都一定要更换，确保我们来到分油盘的汽油是干净的。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分油盘它没有坏，它是堵塞。我们经过整修之后呢，希望它能够再替我们服务20年啊，所以说我们希望提供给它的汽油是干净的。那老车因为都会有积碳的现象，所以应该用高一点辛烷值的汽油。我们在台湾是用92啊，上一级就95的辛烷值。那在香港那边呢，可能就需要比较辛烷值比较高一点的啊。那再来呢，常常跑高速公路啊，避免我们的气缸里面的积碳啊一直累积。那表面上的积碳我们清除掉，那成年的老碳那是没有办法清除的，除非我们拆引擎的时候，那才有办法做完整的清除。啊，大哥不建议加其他的所谓的除碳啊，或是做除碳的动作，因为这个年份的宾士引擎，他们在造车的时候的宗旨就是兼顾耐用、安全、舒适。它的引擎 M102 是非常耐用的啊，我们只要常常注意2油3水这个引擎就能够保持健康。那再来就是希望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一次，如果不跑，因为让我们油路能够运转顺畅。再来油箱尽量维持半桶油，因为30多年的老油箱一定会有生锈的现象。我们维持半桶油，避免我们生锈的下半段的油箱的铁锈跟空气接触之后呢，污染我们的分油盘。这是以上，这是大哥给这个车主的建议希望这个车子能够老当益壮，生龙活虎，再跑个20年不是问题。好，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